这年头赶在美国头上动土的国家也不多见了。然而有这么个国家，别说巴掌了，还没一个指头点大。不仅叫嚣着要独立，出道还没1分半，就敢拿着水枪和面包向美国宣战。最离谱的是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呢，竟然是因为堵车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海螺共和国又叫基韦斯特市，是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最南端的一个城市，面积不算大，仅有15.4平方公里，人口约21.3万人。基韦斯特景色优美，气候宜人，是著名的旅游胜地，每年都吸引了不少的游客，甚至是政客名人。最有名的当属美国总统杜鲁门，他在这儿的别墅还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小白宫。靠着旅游业，基韦斯特的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的。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生活有点不方便，因为距离佛罗里达州有点远，约207公里，平时两地来往靠的都是1号公路。基韦斯特的居民想要去城里采买点生活物资啥的，就得开好几个小时的车去，一来一回基本上要花费掉1天的时间。但这问题还不大，反正也不怎么影响他们的生活，就当出去旅游呗。但是从佛罗里达州传来的一道法案，直接把当地人给整炸了。因为基韦斯特离古巴非常近，才170公里。那不少人呢就借着距离优势，从基韦斯特借道偷渡或者是贩毒到美国，给美国带来不小麻烦。所以美国政府直接在1号公路上设置检查关卡，试图用这种办法来盘查偷渡和毒贩。本来呢出发点是好的，但问题是解决的办法出了岔子。难怪说佛罗里达州不眼闲人，有见过因为堵车就闹着要独立的吗？现在你就见到了。基韦斯特一个丁大点的小地方就这么做了，要问他为啥能这么勇，只能说都是被逼的。美国政府为了拦截偷渡和毒贩，在命脉上设了关卡，每辆车通过都得经过检查，这检查吧就好几分钟，很容易造成基韦斯特唯一的通道大堵车，一排就是好几10公里。本来去趟市里就很麻烦，现在让人逼得慌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得拼命的证明自己是美国公民，要不然就得被当成偷渡客的给抓起来，这就弄得他们很不满。总有种被当成外国人的感觉。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政府这么设置以下关卡呢，基韦斯特的财路直接被断掉了。一个要啥没啥，唯一还有点风景的小城市，就靠着游客养活呢。当地人出行受限，游客也毫不例外。本来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现在动不动就堵个几天，谁受得了？能旅游的地方这么多，谁又想来这个地方遭罪呢？万一身份证明一下忘带，还被当成偷渡客给抓起来怎么办？游客不来，基韦斯特的经济直接崩溃。他们也不是没向美国政府说明情况，想要撤销这些关卡，然而呢，就没人理他们这个小地方。这一下基韦斯特人彻底炸了。好啊，你们不把我当成外国人吗？那我就当个外国人给你瞧瞧。1982年，在市长的带领下，基韦斯特宣布独立，并成立海螺共和国。与此同时，市长还带领着民众向美国宣战。从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小国，这出道还没2分半就敢向美国宣战，甚至直言要美国赔偿10亿美元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美国政府设置关卡，直接封杀了基韦斯特的财路。本来呢，他们还和声和气地说，你们这么做是不行的呀，这边也要靠旅游业恰饭的亲。结果却被美国政府置之不理，哪怕上诉也没有，气得基韦斯特当场黑化要独立。这独立还没2分钟，市长就带着人气势汹汹地向美国政府宣战，拿着面包就冲进了当时的空军基地，怕美国大兵吃面包干巴，又领着水枪的一顿厮杀呀。这阵仗把空军基地的士兵整得一愣一愣的。等回过神儿准备反击的时候，这市长直接举白旗投降。从宣战到投降还不到1分钟，把士兵都给整无语了。尤其是这市长，后来还要求美国赔偿10亿美元，说是要重建家园。这事被众多媒体大肆宣传，弄得人尽皆知。但美国政府呢，压根就没当一回事儿，觉得不过就是场闹剧，还要10亿美元，也真敢说，钱是不可能给的。不过美国政府呢，还是把关卡给撤了，这让海螺共和国高兴的不行，认为他们赢得了胜利，不仅永久保存海螺共和国这个名号，还把4月23号这一天设立为独立日进行狂欢。如今海螺共和国也勉强算是个准主权国家，毕竟也得到了瑞士、印度等国的承认。来到这里，你还能买本护照成为他的公民。不过他们的独立更像是一场大型的宣传，用来拉关注，发展他的旅游业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点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